前几期我们看过了各种配合乐高爆炸的特效，除了这个粘液特效，这微妙的恶心感让我再次想起了小时候炸粪坑的感觉。金发组和夫妻组同时抽到了黏糊糊的特效，连英雄都是一样的太空人，这两组还都选择了搭太空触手怪，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？就没有什么区别吗？对不起，没有。其实区别还是有的。夫妻组的这个偏向现代银河系太空，非常科技感的太空火箭冲向了粉色的触手怪。金发组的则是复古太空系，他们为怪兽选择了绿色的皮肤，对比背景昏暗的配色，看上去更奇异，更有星际感。All right, 3, 2, 1。粉色的触手怪在爆炸瞬间露出了绿色的内脏，粘液飞溅宣告了怪兽的终结。I can't wait to see it. 接着又引爆了原谅兽。哇，右边的粘液就像一张毯子，这一画面令人有种诡异的舒适感。乐高大师爆炸片的最后，闺蜜组凭借着100,000,000%的概率打出了天降鲨鱼的剧情，拿到了冠军和下一期淘汰赛的保送权。下一期用乐高还原童话故事，灰姑娘、杰克与魔豆、丑小鸭，知道吗？这是小美人鱼。我懂的。童话缔造了现实无法实现的幻想世界，听着是不是和万能的乐高有异曲同工之妙？聪明的同学已经猜到了本期乐高大师的题目，就是用乐高搭出经典童话故事场景。金发组一上来就挑战了格林童话中最经典的灰姑娘。12点的钟声敲响，灰姑娘跑向南瓜马车时，不小心丢掉了水晶鞋。王子拉住她的手，别走。用乐高搭这个场景咋搭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们决定先从王子的城堡开始做起，但评委认为这个故事的重头在于灰姑娘和水晶鞋，而不是城堡，让他们赶紧先把重点做出来。但两小哥觉得应该先搭出最难的城堡。看到固执己见的他们，评委在一旁露出了教导主任一般的眼神。顶着压力，金发组继续搭城堡，还加入了一个旋转的机械装置，让舞会中跳舞的贵族们旋转起来。但12个小时过得很快，到最后1个小时，他们只好用人仔顶替主角灰姑娘，2个透明砖块拼成一只水晶鞋。不过这鞋和人仔比例有点离谱，这是灰姑娘偷走了奥尼尔的鞋吧？不过他们最终的成品还是震撼到我了，城堡那叫一个高端大气，王子的舞会，宫殿前的庭院，这么漂亮的水晶灯和南瓜马车，竟然连个特写镜头都不给。但这个作品最后的成绩竟然是全场倒数第2，傻！虽然说这个搭建重点确实偏移了不少吧，但也不至于倒数吧。可能正是因为他们选择的故事太经典了，人们对于自己太熟悉的作品，总是不自觉地以审视的眼光来看待。They're all different layers are missing. There's a huge gap down here where none of it's level. It's a bit half finished. 就像我们对《西游记》今年下半年，不好意思放错了，我们对于《西游记》相关的作品宽容度也是很严格。下一期带来排名第1的冠军作品，估计都没人猜得到是什么童话。这个堪称童年阴影的童话故事，竟然是真实事件改编。乐高大师童话片的冠军作品就是一个细思极恐的童话故事。上一期的结尾中，有不少同学都猜到了，就是糖果屋，是格林童话里的，不是以前非主流那个啊。故事讲的是一对兄妹被吃不起饭的父母抛弃在森林里，饥饿的他们看到了一个用糖果做成的房子，于是兄妹俩忍不住啃起了房子。真香！这惊动了房子的主人，吃人的巫婆。她用糖果将兄妹俩引诱并囚禁了起来，但结局却被妹妹推进壁炉，直接去世火化，一条龙带走。太残暴了！12小时的比赛时长，长发老哥选择做兄妹俩遇见糖果屋时的场景。黑暗的森林中，一个慈祥又有点诡异的老奶奶站在糖果屋门口，和外面的甜蜜截然相反。老奶奶的身后是一把刀，藏在屋内昏暗的阴影中。作为故事的反转点，壁炉搭得很巧妙，用扇叶和灯光创造出火光的感觉。为了做好糖果屋，长发老哥化身装修工人，从铺砖砌墙到美观装潢，但最难的还是要数糖果屋这个能开合的屋顶。上一季大胡子组的教堂也是同样的设计。为啥说这个故事是个黑童话呢？其实糖果屋的创作背景是1315年席卷欧洲的大饥荒，在当时易子而食并非危言耸听，吃人的巫婆并不是荒诞童话的反派，而是悲剧现实的主角。故事的开头，兄妹俩的父母因饥荒遗弃孩子的现象也比比皆是。其实讲完整篇故事，也只有结尾兄妹生还算得上童话了。